你们先聊。多谢婉儿姑娘。坐。苏公子，看来这次伤得不轻啊。还需休养几日。我在暗河多年，比这更严重的伤，在以前也是家常便饭。不过这次还是要多谢二爷了。若没有二爷的照拂，我们此刻怕是要从天启城中逃离了。其实现在逃离，也未尝不可。既已陷入其中，那便挥剑至死，不再犹豫。这是我们暗河做出的选择。也罢。这些时日我回去以后，一直在调查那李仙将军儿子的行踪，我发现其中大有问题。雨墨他们已经根据之前你给我的线索开始调查了。现在看来，二爷你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。是。那李仙将军虽然勇猛，可他这个儿子习武天分却是平平，这都已经20多岁了，却连一个副将都没有混到。若是放在以前，一个副统领想让自己的儿子升迁自是不难，可现如今有了琅琊王，一切都要以公平为主。这15日之后便是金殿演武了，若于金殿之前能连赢3局，便可挂这副将之职。这金殿演武，是每个金吾卫都能参与的吗？自然不是。能够参加金殿演武的人，要先通过金吾卫内部的初选，一共就只有48人可以参加。那李仙的儿子原本连这初选都无法通过，可就在10日之前，他于初选之上一鸣惊人，直接获得了金殿演武的资格。可之后不久，就传出了他生病的消息。所以他在那段时间用了某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武力，而这种方式很有可能就是药人之术。这种术法确实能短时间内提升一个人的武力。统领府那孩子应该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噬，应该是被坑害了。于是我便调查了那小子的行踪，发现从1个月前开始，他就频繁地前往鬼市的万丈渊。说是鬼市，其实不过就是天启城中一处较为出名的黑市，多是鱼龙混杂之辈，亦可算是一处灰色地带。若没有可靠的关系，很难入内，就连开放的时间也是难以得知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今日便会开放一次。好，要立刻通知学尉他们。我来天启城一直想来鬼市瞧瞧，都是传闻中藏妖纳鬼之地，不知和我们暗河比如何。没想到今日竟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陪你逛逛鬼市。那早不来晚不来，如今靠人才带劲。那毕竟对这天启城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得找点关系才行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玄武使？雨墨，我和你一起。哎，不是这么分组的。看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是很受待见。谁跟你这只乌龟一样了？诸位，许久不见呐！尝尝点心。
给我一份，我这也要。谢谢，多谢。是这个样吗？错不错？这东西不是，这可不是直接给我。前段时间，李正启通过了金殿出仕，可不久后便得了病。我有朋友在他们府上当差，说是现在已经疯了。你们这药真能吃吗？当然能吃了。每2餐后服1粒，连服10粒。15日之后，你们的身躯便会如脱胎换骨般的崭新。莫说是那金殿演武，来年参加武举，若想夺魁，也并非难事啊。真有这么神？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那是他急于求成，他担心自己初选不过，比试前夜便将我给予他的3粒药丸并数吞下。不过今日啊，我还是会给你们1人5粒，希望诸位莫行那愚蠢之事啊。这次10拿9稳了，是很不巧。有的人说不办误考，是啊，这放心了，不考。司空长风怎么把你给叫来了？既然来了，不如比上一回。观他人观书不语，才为君子。他说有一残局难解，叫我来一同看看。确实是一举佳意啊！过来书中寻解。啰嗦。怎么了？我还以为来到你们雪月城苍山之上，便不会有凡事扰心呢。看来人只要活着，无论逃到哪里，都躲不过被打扰的命运。我娘离开天启，去助我阿爹了。琅琊王如今身体抱恙，身边恐无人相护。那你是要去一趟天启喽？我虽不喜欢那座城，可如今看来不得不去一趟了。我阿娘只在信中说，若有剑仙相助，则心下无忧。你是不是？哎，且慢，误言。你娘这在文学上算是夸张相捧的笔法，归根结底，这封信还是写给你的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若我赢了，你便去天启，我将上任落水城主藏书借你1月。若我输了，便还是我去。女承母业。赌什么？剑气斋业如何？苍山多杜鹃，不如我们就比一比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你我能摘下多少杜鹃花叶，数多者为胜。
还活着。神医，你醒了，先坐。你如今伤势过重，不宜乱动。这话说的，你是神医，我是神医啊。师傅，你怎么可以下床的？你不要命了？你是师傅，我是师傅啊。你们今天一个个说的话，都很嚣张嘛。师傅，你都快死了，还说大话。先喝药吧。我这伤是你治的吧，赵燕？嗯。我方才啊摸了一下我那伤口，包扎的还有待提升啊。弟子无能。无能什么无能啊？我当时受了伤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。这天启城中想要找到治好我这伤的大夫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真厉害！你把手给我。师傅，宇哥为了帮助我们引开那些高手，强行进攻了大将军府，受了很严重的内伤，最近也正在调理。我开了些药，但不知道对不对。师傅，你要不要看一眼？不是内伤的事情。你行事，我信得过。治疗内伤是我交给你的第一件事。若是这都出问题，那岂不是要逐出药王谷了？好了，我也该休息了，你们出去吧。师傅，我们现在住在婉儿姑娘家，她家吧房间比较少，别人都需要住在这里，宇哥也需要休息，所以他也要睡在这里。睡哪里呀？睡隔壁。哦，你先出去吧。苏沐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现在不再是安和的亏了，也不是无间城中的孤魂野鬼。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，也应当说出来。我方才为你诊脉的时候，发现如今的你，随时都有可能走火入魔。你可知道？果然还是瞒不过神医。是为了救我，
才如此的吗？我答应过，会保沈怡无忧。那个约定是在九霄城中的时候啊。是吗？我以为那个约定会一直作数。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在无双城中，我们都看到了剑武帝的样子，走火入魔，功力虽强，却是会燃尽自己的生命。沈怡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断然不会让自己陷入到那般地步。不过沈爷，我几乎入魔一时，还请不要告诉雨墨他们，如今我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，不要让他们太过担忧。好，宋月，但你千万记住一点，不许逞强。自然。嚯，穆家的传信银碟做得真精巧啊！看来确实没有看错人。暗河的这一位苏家主是一位值得相信之人，那么也是时候和他们再见一面了。行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行了，这药啊，我的药，谁？薛无耻，打雷月，一个都不能跑！我听说天启城4守护办案，就连当朝宰相也得配合。诸位公子听不见吗？一个都不能走。给我上！拨伤他们性命，这可有点难办啊！保安怎么办？别看了，走啊！快点走啊！别跑了，快走！快！还不出手吗？他信呢！封禁长公明，将军逐沙场。若是在战场之上与你为敌，我还需要忌惮3分。但是3尺之间，不知是我唐门的暗器手法快，还是你的剑快。小心！大师兄，什么大师兄？是你的索命鬼！唐林月，不要碰他！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无声的缠绵，漫漫长夜中是你挣扎痛的憋气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。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花木回绝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
与其一对一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？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适，攻守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生于世，下残风冥冥中汹涌。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都乱岗，闭上眼，跃然纸上。破阵之口。天地一场空，任空出世，扭转乾坤。风风雨笑，自力更生。走在我脚下，我不寻根。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众生一夜的人们的泪痕。你留了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四季将我持群翔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化东风，起自反风，天地间增高，将走北风，光临宁千万顷，一流水洒背负，来让心鸟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破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命，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缕。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
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我就是人家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
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
把你当做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
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生意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圣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珍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嗯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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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
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
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，天阳精明。